好，马上来关注一下因为现在以色列跟伊朗的后续，大家想说，以色列看起来就是咬定了，就是准备要来反击。那在伊朗这一边呢，有没有相对应的动作？星期三的时候呢，也就昨天这个伊朗总统莱西他们就是有举办一个盛大的建军节。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个建军节的画面那他就说，因应这个以色列现在紧张的局势加剧，所以他们在这个建军节里面展现军事实力那莱西也在建军节的时候对大家说，这次行动表明我们的武装部队已经做好了相对应的准备所以他们在伊朗的首都游行当中还展示出来许多在对应以色列将会使用到的弹药，这一次袭击也有使用到的包含了像是这个120枚的弹道飞弹还有30枚的巡弋飞弹，以及170架的无人机，就是对以色列展现一下、秀一下他们的军事活力甚至在建军节的阅兵期间，他们也有一辆卡车上面特别挂上了一个拳头把这个美国的国旗给这个打穿，这样子一个反美布条。所以现在伊朗当然是蓄势待发就是说随时准备好以色列的这个回击吗？那伊朗到底能够怎么样来这个防御以色列的一些攻击呢？我们看到半岛的这个报道他就讲说，其实伊朗在不同射程里面有部署非常多的飞弹防御系统，那也有一些近距离的，主要是他们自行制造的，就是这个阿尔曼反弹道的飞弹系统，还有阿扎拉赫什的这个都是他们自己研发的这个低空的防空系统，要应对无人机跟4轴飞行器，还有呢，他们有一些这种垂直的能够垂直发射的这样的一个防御系统。他说这样也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灵活空间，就是一旦以色列要大规模的回击的话，他们说已经有准备好这些相关的防御系统来做准备了。甚至他讲说只要你以色列给我最微小的攻击我都会有大规模而且严厉的回应。所以看起来伊朗没有在怕以色列也是这个很凶狠的这个回呛。那再来以色列这里，纳坦雅胡因为大家都劝他踩刹车嘛，就说哎呀你不要再回来，因为是你以色列先去这个空袭了这个伊朗的这个等于说外管嘛。那结果现在纳坦雅胡已经吃了秤砣铁了心他说我已经告诉了这些英德这些国家我们以色列会自己决定如何回击伊朗，所以看起来好像没有办法让他踩刹车那 CNN 还讲说，其实连美方都不知道现在以色列打算要怎么做。还有一个消息传出来，就是其实美国的媒体说，本来在这个星期一的时候，以色列就已经要考虑立刻报复伊朗，但是最后好像出了一些小状况，就是出于操作上的一些原因所以他暂时不执行原本星期一的计划，但不代表他们要放弃那你看看一些欧美国家从美国带头就是说我们就用制裁的方式来替你出这一口气吧，就对伊朗实施制裁他说包含了 G7 一些国际伙伴呢，现在都要对于伊朗做出一些经济上面的制裁。那 BBC 也有相关的报道，就是为了要吓阻伊朗还有他的代理人再发动攻击，所以他们现在考虑要扩大对于伊朗的制裁。但伊朗也回呛就说只要任何损害到伊朗利益的行为也都会做一些回应，所以就是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可以对我制裁我伊朗对于你们其他国家，不只是以色列，其他国家你们欧美国家要敢对我再多做制裁的话，我也会回击的。那所以我们看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他就讲说，这西方真的是很双标，这个事情明明是以色列先动的手我们来听听。 İsrail'in uluslararası hukuku ve Viyana Sözleşmesi'ni çiğneyerek Şam'daki İran Büyükelçiliğini hedef alması bardağı taşıran son damla oldu. İsrail'in saldırgan tutumuna ses çıkartmayanlar İran'ın cevabı karşısında hemen kınama yarışına girdiler. Oysa burada öncelikle kınanması, telin edilmesi gereken Netanyahu'nun ta kendisidir.
所以他就觉得说这是以色列违反国际法在先哦，那这是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但是现在目前全球的油价是蠢蠢欲动，马上真主党就立刻已经有所动作了他们就袭击了以色列北部，发射了飞弹跟无人机，造成了14名的士兵受伤。他就说这是要报复以色列对真主党的一些相关的行动。那还有一些这个欧洲、澳洲的一些媒体他们就讲说，如果伊朗跟以色列把中东都拉入战争的话，全球的石油供应是会出现问题的，因为恐怕会扰乱荷姆兹海峡。这全球有1/4的石油贸易都要经过这个荷姆兹海峡这个狭窄的水道那接下来全球的石油市场就会面临到一个重大的波动。那美国众议院还在这个时间点就是去砍拖就说中国大陆你们不可以去跟伊朗买石油所以也造成进一步的这个影响到石油的价格。那有法人在预估，大概接下来万一这个以伊的战事扩大的话，恐怕 Q2 的油价会大概涨15%，那亚洲的话也会深受影响。这首先我们来问一下杨老师怎么看？纽约时报已经做了分析也就是以色列会如何的反击。以色列会不会反击？基本上大家都已经确定，他一定会，他绝对不会就是这个摸着鼻子，然后就当做事情没了那以色列怎么反击？以色列这个《纽约时报》列了4种，2种军事的，2种不是这个针对性的军事行动。那针对性的军事行动，也就是一个是针对伊朗境内的这些重要的目标，比如说当初这个跑道基地然后呢，第二个是针对伊朗境外，在叙利亚、也许伊拉克内部的这些，比如说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所在的这些基地，这些都是军事行动的这个攻击那如果是针对叙利亚跟伊拉克内的革命卫队，其实过去从2011年的叙利亚内战以来以色列大概已经打了几百次了当然4月1号是第一次针对用F-35去打伊朗的大使馆，这个是什么？这个当然是明显的违法，而且等于就是对这个国家的攻击。对，领馆、使馆一般人的理解就是所谓国土的延伸嘛。对，而且造成里面当这个该国人的死亡，所以伊朗有节制、有限度，而且先预告，而且同时宣布说这是一个回应式的、报复式的、自卫的反击，而且就这么一次了。那99%也都被拦下来，加上美国、法国、英国跟约旦的这个协助我个人觉得我赞成埃尔多丹的观点，也就是其实伊朗的回应是自卫性的，不然他怎么面对他的大使馆被炸、人被杀？如果今天是美国、是以色列、是英国的大使馆被炸、被杀，他们会怎么回应？是不是？对。所以呢，这样子一个行为，如果以色列用一种报复式回击的话，造成在伊朗境内或者是他的自卫队、这革命卫队的这些大量的伤亡的话，我觉得伊朗会再还击，这个事情就会扩大。没有提到的部分就是针对伊朗的核子设施或者是油管，这个东西但第一个是可能做不到，第二个是大不会。那其他的你说像是这个网络攻击或者是说斩首行动，那这个东西呢，已经展开了，已经在这么做。那接下来的时间点呢，就接下来这1个礼拜之内4月底以前，以色列会怎么选择、怎么做，全世界都在看。好，来请教厉将军。我先讨论一下，如果说是接着杨老师讲的话，如果说是这个以色列采取报复行动继续攻击的话，伊朗有没有能力反击？其实从第一次攻击里面，很多细节藏在模拟里。伊朗只是展现他的实力，他没有完全打下去。你知道这次的攻击里面，我们讲说，美军跟以色列来讲，他拦截了99%，只有1%漏网之鱼。可是什么？这1%是关键，到底这1%什么东西他没有拦截到？我现在在这边讲，我们看这个影片我特别注意到看这影片，你会注意到那有些光点掉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光点它会变轨，它突然飘了一下以后，然后突然加速往下掉下去。这就是它的法塔赫的飞弹，超高音速导弹。那这次伊朗的说法，它发射了7枚这个超高音速导弹。然后以色列的参谋长在视察他被袭的空军基地里面，他说我中了4枚。
但是他没有讲说被什么打中的。但我们合理来推算，就是被这个法塔赫超高音速导弹击中的。然后以色列是说我全部中了7枚，我全部中了。那以色列是说你只中了4枚，伊朗说我7枚都打中。那我特别要讲哦，这是很明显的，这个伊朗在攻击的时候，它基本上不是胡乱打一通，它是很有计划。它先用无人机来诱导你铁穹系统的飞弹，或者利用这个巡弋飞弹来诱使你的消耗你的爱国者。或者是美军的防空导弹，它真的杀手锏是法塔赫这个那种超高音速导弹下来，它打中了。但是我只打你的军事基地，因为你这军事基地从这边起飞的 F-35战机对我攻击，我只是警告你而已。那后续伊朗还有没有这些家伙呢？我觉得后续还有，后手还有，他只是先打了7枚。那我们知道，伊朗来讲，什么东西没有？它的无人机，它的这个各形式的导弹其实是很多的。那这有一点就像什么，就是所谓的不对称作战。我虽然说没有很强大的空军，我没有很强大的海军，但是我有这些让你足以害怕的，我足以打到你的这种超高音速导弹。那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空军节它展示出来的，它有展示了第2款，它新型改进了法塔赫的超高音速导弹，第2型有展示出来，有展示第2型的，就是它这次用的是见证者136，它现在有新型的见证者136。那我们要知道，美军其实在中东是很脆弱，他不管各个美军基地，只是说人家不太愿意去打你，打你的话怕引起中东的冲突。另外，你看巴林岛美军第5舰队，它位置在哪？它距离伊朗只有200公里，在波斯湾里面，距离伊朗只有200公里，它无人机就在它无人机攻击射程之内。所以我觉得美国他退出是对的，他就一直在劝和，他知道这种事情惹下去，伊朗如果说毛起来打你的话，他神权国家，他这个就直接可以决定打或不打。那如果说是他继续用这种手段继续攻击你的话，你以色列用这种不对称的作战方式攻击你以色列，你以色列承受得住承受不住。所以美国很早就讲话，他说我们不插手第2弹，因为他很清楚这个东西夹杂的整个作战过程里面，伊朗是有能力对以色列本土，而且是重要城市人口区实施这个实力上面是确实可以达到。大家要注意到，他们讲拦截99%，但是后面那个1%是什么？我觉得才是重点。好，请教玉芳委员。这样子，这个以色列一定要反应的，因为纳塔雅胡现在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并不稳定，因为不少人上街去反对他嘛，而且你看以色列人做的民意调查，1/2的人是这个反对，超过1半人是反对以色列反击伊朗的，好，所以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战争。再加上走廊战争已经不容易解决了，你现在又再搞一个更大的战争，那怎么办呢？那美国为什么？所以我讲以色列是一定会采取报复的，因为对纳坦雅夫来讲是转移国内的困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做法，但是它非常有限。有限的原因是因为美国不允许他这样做嘛，所以美国说如果你要做，你自己要单独，你就自己去做，我是不会参加的。你要知道这次战争里面我看有些名嘴，不是他们2位啦。一开始讲说以色列的铁穹啊多厉害哦，其实铁穹到达以色列头上了，那些无人机跟那些飞弹数目已经少很多了。美国的中部司令那个战区，他们总部就已经讲了，因为他整个中东都归中部战区来管嘛。他说我跟欧洲战区合作的结果，大概无人机就拦截大概80架，弹道飞弹呢大概是6枚。好，被拦截下来。另外他也当然他也派 F-35在空中进行拦截也都有。所以真正进入以色列头上的飞弹也好，无人机也好，那个数字已经大为下降，已经被美国的所谓的那个神盾系统、军舰上面神盾系统跟他的战机已经打下了不少了。如果说美国说那我不理你了，你自己打啊，人家如果再打你我也不管的话，那以色列就会受不了。你没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拦截的啦。那但是这个对美国来讲的话，就是说他也不能对以色列管太多，因为你现在选举就是钞票跟选票嘛，钞票是犹太人是最多钞票的嘛。你看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现在在国会出席听证会就被修理啊。对，就是认为说你们没有这个对以色列不公平，对犹太人不公平啊。那个哈佛大学校长因为被下台了，UPenn 的校长也下台了，宾州大学校长也下台。所以犹太人在美国，我常常讲，
美国是一棵大树啦，没有错，很大很大，缠在美国身上那个怪藤啊，那就是犹太人，所以你今天你这个拜登，你还是基本上你还是要帮助以色列，对，只是你也不能帮过头，原因因为这次选举的结果，总统选举结果会非常的接近，而这里面很重要就是摇摆州，摇摆州里面阿拉伯裔的人偏偏住在哪里？就在摇摆州里面，比如说像宾州啦、密西根州啊，那这些人就足以让拜登失掉这2个州的这样的一个选举人票，所以拜登现在也真的是非常难为了，但是以色列要硬干，大概他不会去阻止，但他希望这个规模尽量缩小，不要造成太多的这个伊朗的这个伤亡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来看一下现在中美之间科技的角力哦。昨天美国突袭式的突然发布了301条款调查，这是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说要针对大陆的海事物流造船业的一个301调查。那当然，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很生气就说美方的申请书充斥了大量不实的指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那中方也会密切关注调查的进展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坚决捍卫自身的权益还讲说不要一错再错。怎么会叶伦才刚访问完，美国又开始对中国大陆又新一波的这种出制裁的重手呢？那还有呢，拜登还讲说，我现在并不担心这个跟习近平之间的关系虽然前一阵子2个人才通电话，他就说接下来要对于这种钢铁跟铝的进口关税要提高2倍那他讲说不，这种方式呢是要应对中国大陆出口商的不公平竞争，然后来捍卫美国钢铁企业的利益那其实大陆就想说，这你不能说出口商品多了就叫做产能过剩这是站不住脚的。但是还有一个新的消息就是 Politico 有讲到，就是23号的时候，再过几天，布林肯要去中国大陆访问4天了。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布林肯还要去吗？你接连去了一个叶伦之后，马上就2波这样的制裁或是关税的事情，那你现在还要布林肯来，你是有什么好谈的吗？所以有一个新消息出现，这个中国大陆2月份的时候减持美债227亿元这种情况下，好像是给予美国你这样的制裁一个重重的反击。那再来讲到反击其实华为一直都是作为一个好像中美对抗的一个先锋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企业那我们提到华为的先锋计划，其实就是在美国禁止这些相关的晶片给华为使用之后呢，它开始出了手机都是在先锋计划系列，而让大家众所瞩目的就是华为 P70 原本的这个消息，那现在改叫 Pura 70呢，今天突然开卖了，在上午的10点08分，他们说是先锋开售那我们立刻来看一下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华为的店门口真的就是大排长龙因为大家就在猜说，到底这个 Pura 70什么时候才会开卖呢？有些人就在猜4月18号。为什么选这个日子呢？因为他们的 P 系列其实第一款是在2012年的4月18号，也就是说12周年的这个时间点，他们选在同一天来再推出这个先锋系列的这个 Pura 70，而且他们是把这个 P 改成 Pura， 所以展现出来他们也更升级了把他们的华为的花好像融合进去了，就是 Pura。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他们讲说现在这一次的这个先锋开售短短的1分钟所有这个手机产品全部都卖光光了，连在这个社群里头也有很多人在分享说他是怎么样去抢的过程那很多人讲说这才打开来就已经发现已经卖光了，所以完全来不及抢。这个 Pura 70是比起 Mate 60的这个功能更加进阶，它的这一次的晶片其实是用麒麟9010也就是说比起 Mate 60 9000S 还更加升级的一款也算是突破这个美国的晶片限制。因此很多人就讲说这为了爱国必须要来挺华为那再来看看这个特斯拉现在也是难敌
比亚迪，甚至是小米这样子的一个围攻哦。戴琪就立刻讲说，我们要来保护这个电动车产业哦。那美国必须要果断的来做一些动作，可能就是要指责说，这个中国大陆什么反竞争行为啊，那他们接下来可能要用一些加重课税来这个抵制中国大陆的电动车，但是有办法救得了特斯拉吗？因为现在特斯拉的市值一度跌破了5000亿美元，那特斯拉是赶紧要跟这个中国大陆市场再多布局、多拉近距离。他们说，上海的储能超级工厂5月份的时候要来开工，希望在2025年的第一季能够实现量产。但是呢，现在面临到的不光是比亚迪的一个这个碾压式的超越那连小米的汽车其实现在也是央视重要的一个报道之一央视也多次的报道说，小米这次的汽车反应非常的热烈，不仅锁单量超过了6万辆，而且周交付量也达到了0.25万现在目前是那个4月8号到4月10号的14号的排名第一。他们说这其实就是来自于特斯拉当年在2018年的时候，这个进入到了上海，当时北京就提出了一个朱雀计划，就是说希望承载着中国大陆国家级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一个期望跟愿景。那如今这一个朱雀计划，当时还有这样的一个海报朱雀计划的这个实现也在小米这边也算是一个成功交出了一个成绩单。那连今天雷军就在等一下这个下午4点钟也特别要开一个直播，就说感谢大家对于小米支持所以他要在直播里面送礼物，希望再度炒热这个小米新的汽车的等于说造势活动。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杨老师。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他这个是中国经济的专家，写书大概是这个等身20多本。他现在是 Peterson 经济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他这2天在外交事务杂志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中国经济会继续的崛起，你不要小看了全世界第2大的经济体而且他认为过去这几年其实中美之间经济的这个比较看起来好像中国的经济比较缩水，那是因为通膨以及就是这个汇率的关系，那这是个短期的。他认为接下来10年，中国的名义 GDP 将会超越美国。在同一个时间点 ，Bloomberg 的这个报道讲到欧洲国家，欧盟不是现在对中国的这个电动车采取类似的这样子的所谓的这个产能过剩的这种制裁吗？可是呢，从 BMW 到大众到宾士到就是标致到所有西班牙的这些汽车大厂都说，中国的电动车是我们好的竞争，那不可以对它增加关税，甚至应该要减少进入到欧洲市场。为什么？因为现在中欧贸易这个欧洲的汽车输往中国大陆的是唯一顺差。如果你对于中国大陆来的这个电动车采取高关税的话，那一定会采取报复的措施，甚至一些民粹上的这种抵制。那你欧洲汽车还卖给谁啊？全世界第1大汽车市场在中国大陆，你不要了吗？那也就是为什么德国的总理肖兹，还有他现在最大的反对党，而且可能会执政的基民党的副总裁，也同时现在在中国大陆访问。对，德国人这种务实市场主义，了解到中国经济作为世界第2大，而且是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厂跟最大的这个市场，这个是现在经济当中最关键，而且在技术层面，事实上已经不落后于任何的这个西方国家。我们在台湾这边一定要了解，我们只剩下台积电，而台积电占我们股市的比例多少，在我们 GDP 的多少？你如果敢不敢把台积电拿掉，看看台湾的股市？而台积电只有42000-3000人的员工，70%是外资，对不对？台积电的高层也大部分大概都有其他国籍的这些护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这边基本上他是完全怕了，竞争制裁都没有用，但是呢，只能继续的下重手，因为现在大的这个环境是拜登要竞选连任，他只能在这个议题上持续的下重手。好，来请教玉芳哥。对，因为现在在选举嘛，所以你看拜登这2天跟美国的这个钢铁这些工人讲话，
那就是完全就是搞民粹啊。就是说，意思说你们的痛苦就是中国大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对中国大陆的产品啊，这个钢铁啊进口啊，因为大陆是倾销嘛，政府在贴补一样啊，所以我们要增加他们的税啊，这个大幅增加，我看到是用 triple 这个字啊，triple 这个就是3倍啊，增加3倍啊，它铝也是要大幅增加这个关税，而且还说。因为大陆很多的这个产品就透过墨西哥进到中国大陆嘛，他说他们也要调查，也要要求这个墨西哥政府要合作，不要让中国大陆的产品呢绕道进来这样子。所以这是整个是全面性的，你知道吧？这个不是以前说你很低的那种消费品啊、民生用品啊，这个在中国在美国市场倾销。你看现在讲的是什么？是钢铁了，是汽车了，是电动车啊这种东西，所以也就看出中国大陆工业，你喜欢不喜欢，它的工业水准是的确是往上走的，而美国呢是整个来讲的，它制造业是除了你像半导体的软体的设计这些，还有军火工业以外，美国的工业竞争力是很弱的，所以现在谁在采取保护主义呢？你看来看去是美国。哪一个国家经济慢慢在变强，哪个国家经济慢慢在变弱，就看它采取保护主义的程度。美国现在保护它的产品，是用尽各种手段啊，政治外交的手段全部都出来啊。这就是说，看起来是全面来讲，美国的工业制造的这种能力是真的是下坠。然后因为要选举，为了要胜选，所以。拜登政府会拿出一切的手段来对付中国大陆的产品，所以中国大陆一方面看起来它的产品的生产品质那些都有提高，量也增加，而且往全世界都走去，这是好的。但是呢，同时你就引起美国的这种政治人物的这样的一个担心，还有那些失业工人人数的增加，所以也就是说，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要改善坦白讲是非常难的，因为这有非常实际的选举的利益、政治的利益在里面，所以这样的一个斗争是会持续下去的。好，李将军。华为这次又推出来新的手机上次是雷蒙多去当代言人，这次不晓得是不是布林肯当代言人，但是他这次很够意思了，没有在耶伦来的时候推出来，对，也没有在布林肯来的时候选在这个中间推出来，就是避免这种尴尬的场面。但是我觉得华为这次推这个手机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们他上次推 Meta Pro 60的时候，他很隐晦，不愿意讲它的晶片是什么晶片，因为这是最高机密嘛。后来大家去拆解以后发现说，很可能是7奈米，对不对？这后来证明是70900S 的晶片，是大概7奈米那种等级。那这次来讲的话，他不遮掩，他直接明着跟你讲，我就是709010 9000S 升级版。那很可能是5奈米的晶片做出来这个手机。任正非他有一句，最近他有在他们这个华为集团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不准讲遥遥领先，因为大家得意了嘛，得意以后他就经常有些人就喜欢讲遥遥领先。他说我们不准讲遥遥领先，谁在讲这句话，谁就罚1万块钱人民币。这代表什么含义呢？代表他一种谦卑的态度。我们中国有一个观念，就是满招损，谦受益。今天我们不管看华为的手机，或者看特斯拉这个比亚迪这些车子，都可以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谦受损谦的话，你谦虚的话，你才会受益嘛。如果说你洋洋得意满的话，你就不会进步。这件事情你用华为的手机跟这个苹果手机来做一个比较，是最明显的。我们感觉到我们前阵子去年这个苹果15出来以后，大家都在抱怨说，好像感觉上没什么进步，没什么新鲜感。反而华为出来给人家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它还可以打卫星电话。这又代表什么？代表华为不停的在进步。那电动车也是如此。我们看到中国电动车不错了，它是内卷的很厉害，它自己彼此之间在竞争，但是它相对的它进步的东西确实是很多。那特斯拉反而来讲是没有太多的进步。我们看到特斯拉，它大概那个电池还是那种里程数大概就是500多，但是这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小米这个它充一次电以后里程可以跑800公里。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国际战略专家林玉芳，大家好，文化大学讲座教授杨永明，彩轩，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翟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在520，现在倒数32天，那感觉上面好像习近平不断在释放一些和平交流的讯号到国际之间吗？那我们看今天上报有这样一篇报道，520之前密集邀访中国大陆，中方之所以在520前动作频频广邀台湾各路人马到访，背后的考量主要是希望能够借此凸显民进党赖清德其实只有得票40%台独色彩跟这些路线的立场，其实没有办法代表其他60%的主流民意。那透过两岸频繁热络的互动场面，向国际释放台海局势的一些政治讯号。但是以绿营来说，他们今天最关注的就是我们的赖清德登上了《时代》杂志的100大影响力人物啊。然后你看三立新闻还讲说，里面还写到他是台湾的总统另外他们讲说，这个专文里面描述赖清德肩负了重大的任务，犹如扛起世界的擎天神。内容更点出这个赖清德就是目前支持率是40%，所以也面临到这个两岸的压力不小。那我们就去查了一下这个擎天神到底是什么样的神原来在希腊神话里面呢，擎天神就是阿特拉斯，他肩负起这个世界的罪人结果是肩负起世界的罪人，还必须得要扛着这个地球就是当时被这个宙斯给惩罚，必须在世界的最西处扛起天空。所以感觉上面这是一个夸奖嘛，就感觉好像擎天神听起来很厉害，结果用意上面听起来不太妙。那再来看一下这个美国的情治首长就又告诉我们这2027武统台湾，解放军已经写好啦，然后就让我们吓了一跳，然后又告诉你们不用担心，因为呢他们到底有没有这个登台的能力呢？现在是受到质疑的就是这个中国大陆不见得有可以登台的能力，试图要武力并吞台湾，但是未必能够成功。所以这美国一直在吓我们嘛，就一直不断释放这样子的讯号，要武统了，可是不用担心，就是我们台湾不断的活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底下。再来，美国其实不是中美的防长奥斯汀才跟董军通了电话嘛？马上 P8A 巡逻机就经过了台湾海峡，这样代表什么样的一个讯号呢？美国说这是展现出来对于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那解放军就很跳脚，东部战区立刻在他们的微博上面发布就是对于美机的跟监警戒也会依法依规来处置。我就感觉说，美国是又来挑衅吗？才通完电话你就来这样子的动作，也让中国大陆非常的跳脚。那我们另外看一下这个，今天《中国时报》也有这样的报道，说大陆的福建舰的航母5大舰载机合体，那航空联队已经成型了。它是根据这个战区的报道，那一架民用客机的乘客捕捉到这样子的画面，就说这个8万吨的巨舰的最新情况从上面这样看下去，福建舰的甲板上面似乎工作上已经大致完成了，不论是滑行准则、停机坪还有要起飞或者是着陆的标记都已经显而易见了。那最引人瞩目的就是甲板上面5架全尺寸的舰载机的模型那一架是这个空警600预警机，2架是歼15多用途战机，还有1架是歼35隐形这个战机还有1架是教练10这个高教机，所以看得这样清清楚楚的，又有这样的讯息出来。那现在美国议员就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不是买了很多武器都没有来吗？就是因为他们生产不及然后就说不如我们就把生产链移到台湾去吧。那今天中央社又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业者很担心就说如果到台湾来这个生产的话，会不会呢会被中国大陆给渗透？不小心这个先进的技术还会转移所以就是又要有这样的讯息，然后又要告诉你说可能这个解放军随时要渗透我们，就是不断的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好像恐惧之中活在恐惧当中，这种讯息每天都会有。还有这个拜登的亚洲代理人艾田文雄跟尹锡悦昨天还通了电话，
他们说强调美日韩合作要维持区域的稳定哦，所以他们也是好像为着台海，为着这个现在日本跟朝鲜啊，这个南韩跟朝鲜之间的这种状况，他们说要保持个通话。那连美菲他们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演习，这是年度的演练，他说首次超出了菲律宾的领海，然后聚焦在抵御海空攻击，大概有1.6万人来参演哦。那最主要的是说，他们还要模拟夺南沙群岛哦，所以搞得这个就是大操大办的，好像显示出来已经随时准备要面对战争了，或者是说，只要这个中国大陆对菲律宾任何有风吹草动，美国一定会站在他们这一边吗？当被问到这个问题美国媒体这个彭博社的记者去专访了小马可仕，他问得很直白就说，请问你有多大的信心，觉得美国会为了帮菲律宾争夺这个岛礁，还有和这个中国大陆开战呢？就是如果你跟中国大陆发生冲突的话，美国站在你这一边吗？他是这样子问你有多大的信心？你跟你的幕僚又是怎么认为？结果讲的小马可是支支吾吾，就说we are 我真的想避开这个问题，结果他自己也没有信心回答这个答案他就说这个是我们想避免的。他没有信心，是不是就像看到泽伦斯基现在，当以色列空中通通被这个美国拦截下来的时候，才明白我乌克兰在美国心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呢？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玉芳委员怎么看这一次赖清德入选时代百大，以及这个520之前，我们到底应该要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来看待？是该放心，还是应该更紧张？我知道绿营呢很兴奋因为《时代》杂志太有名了嘛。然后，如果当《时代》杂志的这种百大的这个年度这个百大的这个人物之一这个照片放在这个封面上，大家都觉得很兴奋。其实你去想马英九在2008年的时候，大概在5月，他的照片就在上面。那蔡英文呢是还没有选上总统，他被提名的时候，他是在2015年大概6月就放在当封面，所以这个没有因为100位，它主要是针对政治领袖，对，还有甚至企业界的这些大人物，对，他们都会放上去。其实这一次小马可仕也在上面，要选100位还真的是不容易，你知道？我说不容易，就是说你要找到100个人来放，也真的是不容易。那台湾你也知道是一个在世界上来讲是一个值得被注意的地方，不仅是因为台积电的原因，而且是因为台海随时都可能会爆发冲突嘛，对，所以他们这个杂志也要选一个大家比较注意，而且比较可能会发生冲突的那个地方，那个政治领袖、那个政治人物，他放上去，这个才有卖点嘛，才有吸金的这个效果嘛。至于说他提到说这个泰坦神这个希腊神话是西方文明的泉源所以很多的这种西方的文化，他们的来源都来自这个希腊神话，都跟它有关那这个泰坦神跟这个，其实奥林匹克这个山是在希腊神话里面，他们就天神所居住的地方。那泰坦他们不是住在这里，但是他们要跟这些什么Zeus这些天神来斗争，他们最大的神就是 Zeus 嘛，他太太在 Juno 嘛，他们就住在奥林帕斯这个山上嘛，不是奥林匹克，是奥林帕斯 Olympus 这个山上这样。他打仗打输了，泰坦神毕竟不是这个所谓的正统的这么高贵、威力这么强大的这个奥林帕斯山上的这些神的对手嘛，打输了也很简单，惩罚你你把地球扛起来所以就某一点来讲，我不知道他想是要赞美这个赖清德有这么大的力量可以扛起一个地球呢，肩负重任呢，还是说你的前途是很艰巨的你未来是很辛苦。第一个，你看你被打败了这就意味着说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嘛，台湾好像居一个劣势一样然后呢，这赖清德呢，你喜欢不喜欢？那你的角色、你的政党的色彩，你就被迫扛起，还有选举的结果，你要扛起地球嘛，扛起这个世界嘛，对，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是很辛苦了，所以你说他是赞美他，或者对他有所期许，这个我们不晓得。对，至于讲到这个所谓的解放军、美国情治首长指以中国大陆登陆的能力，
实际上2023年11月中旬的时候，这个拜登跟习近平就在旧金山见了面。那后来这个出来的消息，那这个中国大陆我也没有看到官方有否认。就习近平说，我听到一大堆说我们准备咱们2027啦、2035要攻打这个台湾，我没有看过这样的计划，对不对？意思是说根本就是否定2027、2035很具体的指出这2个年份要对台湾动手。这件事情，习近平是否认的。对，所以既然他都否认了，你说要去评很难评啊。自己说这个中美双方的国防部长才对话完毕，那美国的 P8A 这个是最好的最新的这个巡逻机，它不是巡逻而已，它有电子侦探的能力啦。以前这个工作是 EP3C 在做的，后来他们就整个是升级了，他们现在用的就是性能更好的 P8A 巡逻机。就在台海这样子过去，因为对美国来讲，台海就是个公共，这就是一个公海，水都可以经过，我只要不要进入双方的领海的范围，我在中间经过，这是我的权利。所以美国是时不时的就要派巡逻机也好啦，派军舰也好啦，就要飞越这个台海。最重要的原因，他要宣示说这是个公海，大家都可以来。在中国大陆来讲呢，你是要把台湾海峡当作你的领海，说实话，在世界上来讲，大概美国、欧洲甚至东南亚国家大概不会接受，因为这个水道太重要了。如果变成你的内海的话，那其他国家还玩什么？对不对？好，来请教杨老师。其实《时代》杂志对赖清德这样子的这个捧他哈，我觉得我们至少很多台湾人看的是很复杂的。第一个，他只是40%当选的。这是我们制度的问题，这是个制度问题，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少数支持的总统，那他的政党在国会里面也不是第一大党，变成了一个他一开始的起手式就不顺利，那我觉得这个看得我们心中是很复杂。那另外一方面，当然他是主张台独很清楚的，很清楚，他的这些内阁当中，财经方面的。是他的读书会内阁，非情财经方面的基本上是美国指定，国安3长是美安3长，你看财经内阁完全他自己的人马，对，然后呢，国安方面呢完全是蔡英文留下来，为什么？美国知道，美国熟悉美安3长，也换言之，美国对于这个赖清德如果选自己的国安的这个内阁，国安3长是带的不信任的，为什么？那关键就是过去跟他接触少，他的个性比较暴冲，还有呢，他是一个台独的务实工作者，这些东西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因此我们在台湾这边，你就觉得把国家的权力交给他的时候呢，他能够做得到吗？他本身又是一个40%支持，然后呢，他有这样子的危险性，所以这个就是在两岸上面变得一个非常微妙，甚至逐渐开始变成危险。那还好，因为有西马2会这样的一个展开，大陆这边投出了一个最慢诉求，用中华民族，而且尽量降低政治语言。然后呢，我觉得反对党这边的两岸的这个往来，就是在去维持这样子的一个联系平台以及和平的主轴。大家都在关心这个两岸的稳定。那赖清德的读书会内阁，我必须要讲，我去问了一些这个背景，一些朋友，学术界、财经界、企业界，简单一句话 ，mediocre， 也就是比较平庸。他们的作为有作为，但并不是他们这个领域里面的顶尖，但是比蔡英文的无能内阁好多了啦。也许这个曾经做过司机的、做过翻译的。然后呢，到了70岁能够愿意来做经济部长，我觉得是支持他。可是呢，你要拿得出来这种魄力，你过去的一些就是几位内阁成员，还要有时间要去证明他们自己。他们过去还没有办法证明他们在这个领域相关的领域是顶尖的。当然，这个说法也许过于吹毛求疵要求过高。但是以台湾现在这种缺水缺电经济的情况，两岸的紧张。
我们不需要第一流的人才去处理维持两岸的平衡、两岸的和平吗？那尤其现在这个领导人面临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只好靠美国美安三长来维持两岸的稳定了。还有呢，也就是反对党西马会也最重要，寄望于北京这边，希望可能能够对台湾同胞、对这个中华民族能够持续有一样的这种坚持吧。好，来请教将军。这赖清德当选这个《时代》杂志100大人物啊，我记得2022年的那个人叫泽伦斯基，然后那个时候你看全世界把他捧成英雄，不管到美国国会演讲啦，到什么地方去都热烈的掌声。那这2天啊，他哭晕在厕所，因为以色列跟这个伊朗发生冲突以后，他在埋怨为什么你美国帮以色列挡飞弹，不帮我乌克兰挡飞弹？然后眼看着战局即将结束，而且在那边抱怨说他需要25套爱国者防空系统，他这个所有的设施，只用人家打了11枚的导弹来，他只拦了7枚，因为有4枚来讲他已经导弹用光了。那我们看看这个过几年以后，2年3年以后。这个会不会换赖清德讲类似的话，去埋怨美国说你为什么不帮我们拦导弹？这个变成换他哭晕在厕所里面。那我特别要解释啊，解放军2027年武统台湾，我们就军事来讲的话，其实大家都一直认为说是武统台湾就是第一波武力攻台嘛，这个我们都很清楚。东部战区里面772、73 3个集团军，对不对？再加上它有几艘的075登陆舰啊，干什么？它通常大家都知道说是这些数据大家都很清楚，可是真正它的解放军一直迟迟在军力方面一直没有动手，原因是它的后勤支援能量。它可不可以让这些登陆上来的部队？我们相信它第一波应该是可以应该可以有这个能力可以登陆，但是关键它后续的运补，这些部队上来以后，你每天要吃饭。对不对？要每天要弹药，每天要油料，要这些东西，你可不可以源源不断的这个运到对岸来，越过100多公里的海峡送过来？我觉得这是解放军一直很关键一个困扰他一个短板的问题。但最近大家注意到，我注意到一则新闻，就是其实解放军已经解决这个困难了。他现在发明一种无人机叫 HH-100型，就空中无人运输机，它的航程是多远呢？520公里。大家想想看，它为什么设计520公里？因为台湾海峡的宽度大概200多公里，也就是说，它这样无人机来回的话，刚好520。第二个，它携带的重量是700公斤，它可以带700公斤物资。700公斤的物资，就我们军人来讲是什么概念？大概就是一个连1天的战备量，就是我一天打仗，我不管吃的或弹药的消耗，大概就是700公斤左右。那如果说是它这无人机可以生产个100架，它也可以支撑100个连，就每天这样持续来回运补，它不需要用船，对不对？它用空中这种无人机运输，所以我觉得当它解决这些后勤这个持续的补给能量之后，可能更增加这个它武统的一个能力跟决心，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那之所以说航母、陆航母、航空母舰5大舰，其实我最在意的是它那个空警600。大家，我特别要讲一个数据哦，空警600如果成军之后，在福建舰上面可以用弹射方式起飞的话，现在山东跟辽宁因为它是这个环绕式甲板，所以它的预警机只能用直升机的起降方式。那直升机来讲，它不管油料或者是征收的范围，或能够携带的雷达侦测的范围都比较小。当可以有空警600这种飞机上去以后，它的战力是辽宁号跟山东号的5、6倍以上。尤其再加上它是歼35这种隐身式战机，大家不要小看它，觉得它是一个中型战机啊。我讲一个数字，它其实它的战力比歼15还强。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吸弹量，它起飞的可以重量，因为电磁弹射它可以到35吨，比美国的 F-35起飞重量都还多2吨。多2吨代表它可以多带2吨的炸药，可以多带2吨的油料，它的攻击力更强。它征收范围它不见得比你E2C要小，所以我觉得福建舰成军以后，对它这个反介入跟拒止作战会有很大的增长战力。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